是换下这个水下镜片之后，真的是我觉得开启了另外一个我对全景相机的想象。你连一个钮都不用按，它就自己帮你生出一段 vlog 了，广的跟细节都可以拍，非常的厉害。嗨，大家好，我是Celine，又来到你们最喜欢的器材开箱时间了。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Insta310呢就在今天推出了他们最新的 X6。那据他们所说呢，是他们出了一台全景相机的天花板。画质直接攻顶，然后还可以一机三用。老实说，我觉得非常的存疑，因为其实我使用 X5 已经蛮久了，然后也去了好多地方。其实我觉得 X5 还蛮够用的，所以这一次呢，我直接把 Insta310的 X5 跟 X6一起来冲绳来拍一个大对决。那这一次拍这两台的 PK 呢，其实还有一个大重点是，听说 X6的价格还蛮高的，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想说，真的有值得做这个升级吗？所以这次呢，我会从它的画质、夜拍，还有传说中的一机三用，还有水下。没错，这次的首发就有水下实测，我会一步一步跟大家分析每一个点，哪一些升级了很多，哪一些我觉得还好。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呢，就可以知道你自己需不需要做这个升级了。那我们就马上出发我们的冲绳大对决喽！好的，我们先快速的讲一下 X6的规格跟外观。就官方的说法呢 ，X6这次的升级是目前他们做全景相机以来最大规格上的跳级。首先是外观的部分呢，这是我第一次拿到白色的全景相机，不得不说，我觉得真的还蛮漂亮的。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X5 跟 X6外观上的差别呢，它就是变短又变宽了，就是变得矮矮胖胖的。虽然说听起来有点虚荣，但我相信外观变好看对很多女生来说就是一个加分。那整体外观除了体积跟颜色之外呢，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们看 X5 它下面有两个钮，分别是录影键跟切换模式的钮嘛。那 X6 的不一样呢，是它把下面这两个钮直接融合到它的萤幕里面。之前在按 X5 这两个钮的时候，大部分状况是没有问题，但当我戴着一些手套，尤其是我们冬天滑雪嘛，会觉得有时候按不到。但是 X6 的不同呢，是我现在只要重压一下外观，它一样左边是录影键，然后再重压一下就会停止了。然后右边的键重压之后呢，我就可以去选择它所有的拍摄模式。它这个力度其实有点微妙，我现在如果是轻轻的碰到这两个钮，其实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一定要重压，它才会开始录影。那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我们就不会不小心碰到就录到很多你不需要的东西。那它侧边的两个钮就分别是电源键跟录影键是还有的。那接下来就是除了外观之外呢 ，X6 这次有我列了10大重点升级，那分别是双1.1英寸的感光元件跟 8K 50帧的拍摄，还有水下的拍摄。跟10比色深、杜比世界还有 iLog 的拍摄模式，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头昏眼花了？别担心，接下来呢，我会去冲绳的各个旅游场景来实际示范这10个拍摄的升级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相信你们看完之后就会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升级成 X6了。OK， 第一点应该也是大家认为相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画质。那你们可能会想说，X6拍到 8K，X5 也是拍到 8K， 那画质好像差不多。答错。这边就要提到 X6这一次算是最大规格的升级，双1.1英寸的感光元件，也是等效1英寸的全景影像。那 X5 的感光元件呢是双1.28英寸，感光元件的面积大了33%。那所谓的 8K 跟4K， 它影响的是解析度，也就是你的画面能够拍到多少细节。感光元件影响的是感光度，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每单位受光面积的大小。它才是能够真正影响每个细节画质有多好的关键。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解析度跟感光度的差别，所以我们再花多一点点的时间解释。大家想象一下，感光元件是一张白纸，那 8K 的定义是呢，这张白纸会被切成3300万个小方格。但是今天如果有2张白纸，一张大一张小，那我们都把它切成3300万个小方格的时候呢，是不是这张大的白纸的小方格就比较大？这个就是所谓的单位面积的意思。
虽然是拍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1英寸感光元件所切出来的小方格比较大嘛，就它可以收到比较多的光。这个时候呢，画面就可以更干净，动态范围更好，也拍出更多细节。所以说，在解析度一样的状况下，感光元件才是可以影响画质的关键。OK， 讲了这么多，不管你有没有听懂，我想要强调的是呢，不要再跟我说都是拍 8K， 所以画质没有差，是有差的。因为 X6 的感光元件变大了33%嘛，所以你的方格变大了。所以你可以把每一个细节都拍得更清楚。好嘞，我们来用这个场景示范一下这个1英寸感光元件的厉害。现在我男友在那个那么小的一个点，我们把它放大，放大。那里漂亮吗？那为了证明 X6 可以拍出更好的画质嘛，我其实做了各种实测。先讲结论，就是我觉得在广角的状况下几乎一样。我昨天中午呢去一间餐厅，它的3楼可以直接拍到后方的古宇利大桥嘛。那你们看，这个是 X5 拍的画面，那这个是 X6 拍出来的画面，我是站在同一个位置拍的。那我都是裁切到他们 App 建议裁切最多的线性。老实说，在没有再放大更多的状况下呢，我觉得 X5 跟 X6 真的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不管是天空的蓝、草丛的绿，还是整体的明暗反差，两台相机在这样的宽景下的视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当时就想说，如果来做一个极致裁切呢，所以我就对着那座桥，然后刚好有台公车经过，我用 X5 跟 X6 同时来拍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X5 切出来的画面，这个是 X6 切出来的画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拍出来的古宇利大桥被裁切过的画面。先讲一下，它们看起来都有点糊，是因为我已经裁切的远超过他们官方建议的范围。如果你选择的都是线性的话，其实两台都还是很清晰的。虽然画面都有点糊糊的，但如果仔细去看两个画面的线条扎实度，其实还是有差的。像 X6 它远方的山峦啊，线条还是清楚的，但 X5 的那个边界已经开始有一点模糊了。再来是暗部的纯净度，我们一样看远方那个山会最清楚。X5拍出来的画面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油画的涂抹感，山已经糊成一片了。但 X6呢，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明暗的细节。再来也可以看一下前面的绿色树丛，X6呢也是阴影层次比较多，那 X5的阴影处已经有点粘成一片，你会感觉好像 X5的画面涂上一层灰，不是很干净。我们再多看一个画面，像是这艘正在进港的船。整体的画面明暗对比跟细节 ，X6 还是拍得更清楚。再来，我又从店家的2楼往下拍，它有一台巴士可以给游客拍照的。这个场景就是非常经典的明暗对比比较差的画面，因为有些画面在阴影下，有些地方是有照到光的。那在这种高光比的场景下啊，感光元件的优势就会更明显。左边这个是 X6 的，它餐车顶部的粉红色是非常饱和的，然后画面的细节也都有出来。但 X5 的话呢，你会感觉整个画面好像附上一层白纱，颜色变淡了，变灰了。那不管是亮部或是暗部的细节，也都没有 X6 表现得好。再一个终极对决就是低光源的大裁切实测。我当时在一间咖啡厅看夕阳时分的飞机起降，那我们一样把画面 zoom 到可以清楚拍到飞机的程度。这部分我就不做解释了，大家应该一看就懂谁拍的比较清楚。这个就是感光元件能够带来的差别，它给了你比较强的裁切耐受度，让你后期想要特写某个画面的时候呢，依然可以保持通透跟高对比的画质。其实老实说 ，X5 我已经用很久了，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它不够用，因为当我想要拍一些细节的时候啊，我会直接换一台相机来拍。但我相信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带这么多台相机出门，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很在乎画质，然后你不想带很多台相机出门，但你又很贪心，想要很广的画面、很特的画面，然后你常常在一些高光比或者是低光源的状况下拍摄的话 ，X6 的升级就会对你来说非常的有用。那 X6 除了感光元件变大之外呢，它的拍摄最大规格从 8K 30帧变成 8K 50帧。我记得我在以前的影片里面有提过，其实以运动相机来说，我觉得 4K 的解析度是非常足够的。但是全景相机的部分，你们会听到我一直讲 8K，是因为我每一次还真的都是用 8K 的解析度来拍的，因为全景相机它实在是拍太广了，所以我真的会需要大量的裁切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构图。但 X5 对我来说就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它只能拍到 8K 30帧，所以我如果需要裁切很多的时候就不能放慢。那如果我有慢动作需求的话，就需要拍到 5.7K。简单来说，裁切跟放慢我只能选一个。但是 X6 就可以拍到 8K 50帧，我就可以拍到自己在沙滩上奔跑，然后裁切过后我的人还是很清楚，我还可以再放慢，终于不用再放大跟裁切之中2选1了。
画质的部分做一个总结，如果你很少在使用慢动作，或者是你用全景相机主要想要拍一些很广的画面的话，其实 X5非常的够用。但是如果你喜欢使用慢动作，那你在拍全景的同时也喜欢拍一些特写的话，X6这个升级就会对你来说非常的棒。第二个升级我们要来讲动态范围。动态范围是一个很多人不会特别注意，但是其实影响画面蛮巨大的一个因素。再解释一次动态范围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一台相机能够同时处理最亮的部分跟最暗的部分的能力。在高光比的状况下，如果你的相机动态范围不够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你的人脸过黑或者是背景过白的问题。那以旅游来说呢，我们最常遇到的高光比场景就是在拍摄逆光的时候，还有我们想要从室内拍到室外的时候，都很容易出现背景整个白掉的状况，像是这个画面。实际上测下来发现 X6 的动态范围明显赢还蛮多的。那我们先拿2台的一般模式来做比较。好的，那为了要测试动态范围的表现呢，我现在刻意找了一个大爆逆光的场景。那现在是用 X5 来拍摄。那 X5 跟 X6 其实都有人脸曝光优先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脸现在是曝光正常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大太阳周围其实有好大一片都是白的，是失去所有资讯的，代表它的动态范围是有一点点不够。那我们现在再换上 X6 拍摄一模一样的画面，你们会发现呢，我的脸还是清楚的，但是背后的太阳呢，还是有一点点小曝光，但是范围小了很多，你可以拍出更多的天空还有云的细节，很明显 X6 的动态范围是变好了。那旅游还有一个场景动态范围非常重要呢，就是大家不是都很喜欢住一些海景民宿跟去一些海景咖啡厅吗？因为大家想要在阴影处看风景，那我现在是使用 X5 的一般模式，我相机的自动曝光值是设在-0.7，但你可以看到，为了要让我的人清楚，后面的背景已经全部白掉了，你是看不到任何的海景跟绿地的。OK， 那一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再交给 X6 来做一次。我现在坐到同一个阳台的同一个位置，你们会看到呢，后面的蓝天跟绿地已经拍出来了。虽然说大家看画面可能还是会觉得人有点黑，然后背景还是有一咪咪的曝光，但我跟你们说，这是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光比超大的时间点，是冲绳的正中午12点。然后我就想说，实测就给他一个最艰难的挑战嘛。但是我觉得以这么小台的相机，在光比这么大的状况下，这样表现已经非常不错，而且也进步很多了。帮大家统整，如果你喜欢拍摄逆光，喜欢拍摄车内或者是这种从室内拍到室外的景的话呢，就可以升级，因为动态范围真的变好了。讲到动态范围，还是不得不来提一下这2台的 log 模式。之前在 Luna Ultra 影片有跟大家提到，如果你想要记录到更完整的影像资讯，或是拍到更高动态范围的场景的话呢，你就一定要用 log 来拍摄。只是缺点是 log 的话，就是它拍出来会灰灰的嘛，你基本上一定要进电脑调色，所以很多人觉得它很讨厌。但是呢，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使用 log。那虽然调色有点麻烦，但是因为我通常会用很多台相机来拍摄嘛，那我希望我的画面最后颜色可以 match 在一起。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呢，其实 log 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在一样的场景下，用 X6 的一般模式跟 log 模式拍出来有什么差别。你们看这个整体的画面质感是不是真的差很多？就是很细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真的很喜欢用 log 来拍摄，不管是单眼也好，空拍也好，我也很开心。现在各种小相机都加入了 log 模式，虽然调色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我愿意接受这个麻烦，为了更好的影像品质。那我以前在用 X5 的时候啊，我其实从来没有用过 log 来拍摄，是因为它只有在 5.7K 开启 HDR 的状况下才能使用 log。那我刚刚有说过我喜欢拍 8K 嘛，所以我还是会先以画质优先。我觉得 X5 会这样设计，是因为他们其实打从心底相信大家不想用电脑调色，也没有把 X5 拿来设计给专业的影像人士来使用。但 X6 就不一样了 ，X6 的 log 呢是一直到 8K 50帧都可以开启的，你甚至还有一个还原预览的选项，也就是你拍摄的时候不会觉得灰灰的，还是可以看出正常的颜色。总之，如果你愿意拍了 log 再好好调色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更高动态范围、光影层次更明显、更有质感的影像。第3点，讲完画质，讲完光，接下来我们来讲颜色，也是很多人买相机非常在乎的一点。
这一次 X6 其实针对颜色做了蛮大的升级的，它是全档位都可以拍到 10bit 的色深，那它也是全景相机中第一台拥有原生杜比世界拍摄模式的，那也可以拍到 log， 这些都跟颜色有关系。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就是我对于 X6 的颜色觉得最惊艳的地方。先讲 10bit 色深，这个我在 Luna Ultra 的影片里面有解释过。如果你的拍摄场景有很多的大片的渐层颜色的话，色深能够影响到的就是你能不能拍出很连续的渐层，而不会是这样一阶一阶的。比方说，如果我们拍到一颗完美的夕阳，你的天空就会慢慢的从橘色变成黄色，变成绿色，再变成蓝色嘛。那色深 A/B 的意思呢，就是相机在针对每一种颜色能够记录到2的8次方总层次。那 10bit 的意思就是每一种颜色它可以记录到2的10次方这么多层次。给大家看一下，在同一片夕阳用 X5 的 A/B 拍出来的画面呢，在某一些状况下，因为相机里面的色阶不够，所以你会觉得颜色好像有点一层一层断掉了的感觉，这个就是所谓的色阶。同样的画面我们用 X6 来拍摄，因为它每一种颜色都能够记录到1000多种不同的层次嘛，所以你会看到它那个色阶的感觉不见了，整体的颜色过渡是非常连续的。所以以后呢，如果你看到这台相机有支援 10bit 色深的话，就代表着它的色彩处理过渡会非常的细腻。X5 的话呢，就是整台相机都是 A/B 的色深，那 X6 的话是不管你用任何的色彩模式拍出来的都会是 10bit 的色深，也就是你再也不会拍到那种有色阶的画面了。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喜欢拍夕阳这种大面积的天空，然后你觉得这种颜色的渐层非常的漂亮，你想要完整保留的话呢，这个 10bit 对你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全档位都升级到 10bit 色深的状况下呢， X6 其实又分成3种色彩模式，分别是一般、杜比世界跟 log。之前影片有讲过，其实一般色彩模式呢，就是相机已经帮你直接调好色了，你通常会得到一个对比度比较高、饱和度比较高的画面，但仔细看会发现，有些细节是不见的。那如果你不想要相机先帮你调色，想要保持更完整的资讯的话，就可以拍摄 log， 但这个时候画面就会灰灰的，你就需要在事后进电脑来调色。那杜比世界这个模式最厉害的部分呢，就是相机在拍摄的同时，会针对每一帧去做亮度跟对比度的调整，所以你的画面呢会更逼真、更立体，然后亮部的细节在，暗部的细节也在，而且你不用调色。它会帮你做调整，但是又不像一般模式那样子拉的对比度那么高，会失去很多细节。所以你可以在不用调色的状况呢，就得到很有立体感的画面。但是杜比世界模式有一个大前提是，你的观看装置必须要支援杜比世界的，不然你看出来的画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立体。但是我们的 iPhone 是有的，所以你可以拍摄之后在手机上直接输出发现动，拍出来就会是非常好看的画面。但是再说一次，颜色这个东西呢是很主观的，所以你也有可能看了之后觉得，杜比世界好像没有比较好看啊。有些人就是喜欢对比度比较大的画面，那有些细节看不到没有关系，那就代表你比较适合使用一般模式，那可能 X5 对你来说就非常好了。但就我个人，如果3个模式给我选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拍 log。给大家看一下同样的画面，这个是一般模式拍的，这个是杜比世界模式拍的。这个是我用 log 拍再去调色出来的画面。我觉得 X6 针对颜色就是给你更弹性的空间，它先给你 10bit 色深的色彩细腻度之后呢，你可以再选择一般模式拍到比较大的对比度，或者是用杜比世界模式拍就可以拍到比较多的细节跟立体度，或者是 iLog 就可以保留更大的调色空间。那关于颜色呢 ，X6 还有一个升级是啊，它前方多了一个色温的感测器，所以它可以更精准的去抓到现在的色温长什么样子，就不用事后去花很多时间去调白平衡。第3个点，总而言之，如果你很在乎颜色的话，可以升级。第4个重点升级是夜拍，这次的 X6 呢，使用了1颗4奈米的中央处理晶片，外加2个专业的影像晶片，总共有3个晶片来处理夜拍的能力。虽然说 X5 也是3晶片，但是 X5 的中央处理晶片是5奈米的，没那么强。那官方说法是 X6 的夜拍算力是强了5倍。然后功率也节省了35%，白话文就是 X6 的夜拍效果更好，而且更省电。我们一样呢，把2台带去黑黑的地方实测一下 Pure Video 模式。
玉泉洞是冲绳最大的钟乳石洞，也是日本第2大的，全长有5公里，历经了30万年才形成这样的奇景。目前开放给游客走的部分大约890公尺，沿路可以看到超过100万根钟乳石，有像巨大流瀑的石柱，也有从天而降的细长钟乳管。灯光打在上面真的很壮观，但光线超级暗，只有步道边缘微弱的间接照明，刚好可以拿来测试 X6 的夜拍。其实去年在开箱 X5 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 Pure Video 的模式表现得非常惊人，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边的光线真的很暗，但是其实在这样广广的状况下，画面还是蛮亮的。但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呢，把我的脸给放大，你们刚才发现我的五官有点糊掉了，然后画面噪点还蛮多的。那我们现在换上 X6 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现在广的呢看起来应该还是蛮清楚的。接下来放大我的脸，看看我的脸会不会比较清楚。那我刚刚呢也有把 X5 跟 X6 拿来同时拍摄钟乳石的纹理，我们一样来放大看看有什么差别。顺便再用，哎呦，对，他在表演相扑。顺便呢，再用 Pure Video 模式给大家看一下冲绳国际通的街景。所以这边就是整个冲绳晚上基本上会最热闹的地方。那大家刚刚在那个钟乳石洞都有看到，在那么暗的状况下，其实都可以拍得清楚。不管是带哪一台，我觉得只要有任何灯光的地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不管是在街景啊，或者像在室内逛街。拍一拍漂亮的自己，我觉得2台都非常的够用。那唯一有差别的是，比方说你可能想要拍一些东西的小细节，像是那一件衣服的图案，你要放大的时候呢，我觉得 X6 还是会表现比较好。总而言之，夜拍升级成功。第5个升级也是对于旅游非常重要的收音。其实 X5 的收音我已经觉得非常厉害了。我记得去年拍开箱的时候啊，我把它带到一个瀑布的正前方裸机拍，还是可以直接收到我的人声，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 X6 针对收音呢，又有2个关键的升级。果然获得了一个超级完美的天气来测试 X6 的裸机收音。现在呢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台风在冲绳，然后隔天就要进来了，所以现在风超级大。然后我现在是没有用任何麦克风收音的，但是 X6 它本身呢有360度的全向防风麦克风，而且它不只是帮你物理挡风而已，它的晶片呢会去主动的帮你去过滤你的环境现在有没有太多的风或是太吵的人声，它会去辨识你的人声是哪一个，然后帮你把不必要的其他声音全部都过滤掉。注意哦，现在风这么大，我完全没有接任何的麦克风，是裸机收音的。刚刚我有说过，其实 X5 的裸机收音我已经觉得非常不错了，只是它是比较基本的内建防风罩来降低风切声。再来就是它是比较被动的，像我现在选择的是智慧降风罩弱，所以你会需要去现场判断现在的风况适合怎么样的降噪模式。像我觉得现在的话，应该要使用智慧降风罩强。那我自己很常出现一个状况是，可能我上一秒在一个很安静的咖啡厅，所以我就没有去做任何音讯上的设定，然后接着来到这种风很大的海边，然后忘记开，所以你就是还是没有办法有很清楚的收音，即使你的相机是有这个能力的。那其实除了麦克风本身之外呢，X5跟X6它们的音讯模式是一样的，都有智慧降风罩、跟人声增强、跟立体声。但X6比较不一样的是呢，它多了一个智慧音讯模式的功能。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呢，你的相机就自己帮你判断啊，现在风很大，那我要开启降风罩的模式，就不用再去手动设定任何的东西，它会自己帮你侦测。我觉得这个功能对我来说超级无敌方便。那现在场景换到国际通的屋台街，这边就是一整排全都是居酒屋的一条街，然后店非常的窄，所以其实很吵。也让大家听听看，我现在换成用 iPhone 来拍摄，就是直接用手机来收音，就可以让你们听到现在的环境其实真的还蛮吵的。我觉得这个智慧音讯模式最厉害的就是，不管是像刚刚那样子风大的地方，或者是现在这样子人声嘈杂的地方，我是不需要切换任何收音模式的，它是会自动辨识我在怎么样的场景，然后去帮我切换，然后它还可以帮我把其他人声滤掉，可以辨识我的声音。那如果你是追求更好的收音品质的话呢，就可以用蓝牙再连上这个可以
自己更换面板的 Micro， 它跟 Luna Ultra 一样是可以1对2的，但是 X5 的话呢，只能接1个。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会跟你一起吃饭、一起评论食物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Cheers！ 等一下要来吃寿司。第6点也是 X6 他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卖点之一，一机3用。他们声称呢 ，X6 不再只是一台全景相机，它是可以直接一台抵3台的相机。全景相机的时候就使用全景模式，想要变成运动相机的时候呢，就打开广角的平面模式。那如果想要变成云台相机的时候，就用 InstaFrame 2.0。第一个用法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全景相机，你可以一次拍到360度，事后再去选择你想要用哪个角度。那如果你有一支够长的自拍杆的话，就可以制造假空拍的效果。一次拍到360度的好处，再跟大家说一次，我现在呢就可以拍到我自己还有我男友在前面泡水，非常漂亮的海景，然后左边是岩石，下方是非常清澈的海水。这对于你喜欢拍很多视角，但是你又不想要拍好多次的人，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你甚至呢可以把画面后置成像这样子的小行星。反正360年的好处我应该已经讲过，大概有500次了。第2个是单镜头模式，我以前其实提过，我不太会想用全景相机来拍摄平面，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画质有限。但是 X6 的平面画面也是毛起来升级，它的平面模式呢，现在可以拍到 5K 60帧跟 4K 120帧，相对于 X5 的平面模式最高是拍到 4K 60帧。我们马上就在这个空间用单镜头模式来拍拍看。来跟大家开箱我这次在冲绳的民宿，也是你们看到的摄影棚。这个呢是我的玄关，一走进来就会看到一个超级大的客厅，很舒服。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了。那我会特别坐下，是因为我想给你们看，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看到这个大阳台的风景。它的客厅跟房间呢，都是直接面对这个可以看到海的阳台的。然后阳台这里还有小桌子跟沙发，可以在这边看风景。它这边就是让你可以用从山上的视角，可以看到一片的绿地，然后后面就是大海，是一个超级chill、超级舒服，你根本不需要出门的空间。刚刚这整段这个空间的开箱呢，我是直接拿着这样子，然后用平面模式来拍摄的，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后置取景。那 X6 的单镜头模式，除了画质升级之外，我个人很有感的是，现在呢，从前镜头切换成后镜头，我是不需要任何等待，可以1秒切换的。其实我很常切换视角，也就是我很常会有时候拍自己，然后有时候我在拍我前面有什么东西。那如果是用 X5 的话呢，这样子切换，其实大概要等个1秒钟的时间，它才会从前镜头转成后镜头，就是拍摄的时候会需要等待。但是 X6 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地方就是我这样子1秒按就切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等待。那如果我是用 Ace Pro 2来拍摄啊，我就是会是像这样子，就是自拍嘛。那我要换前面的时候呢，我要翻过来再把萤幕转过来，中间大概要切换个花2秒的时间，而且我还要把中间剪掉。刚刚我在拍摄这整段开箱的时候啊，我手势都是这样子拿的，然后我要切换的时候就直接大拇指按钮，我就可以直接拍我前面要拍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易用度上，它反而还比运动相机好，因为运动相机我还要这样子翻来翻去的，这个是完全不用，只要按1个钮就好。总之，我是一直到这一代，终于觉得它可以取代运动相机，因为它可以拍超广，画质还超好。但我会建议，如果想要用 X6 来拍单镜头平面模式的话，可以把广度拉到1.2，然后再把畸变校正打开，就不会有就是一些窗框都会变形的状况，但是画面还是很广。第3个可以当做云台相机的模式呢，叫做 InstaFrame 2.0。那这个模式呢，其实是专门给那些懒人使用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全景相机虽然全部都拍得到，但是要事后剪辑很麻烦嘛，所以他们就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了。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我是没有经过任何后置剪辑的，我就是开启 InstaFrame 2.0模式之后呢，点一个追踪我，然后它就会在边拍的时候边去追踪我在哪里。然后甚至像可以这样子跑一整圈，哇！我真的觉得超级厉害。大家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那跟那个 Luna Ultra 的功能确实有点像，它就是会选定我之后呢，云台就会跟着我嘛。
但是你们要想哦，就是那个云台它是物理性的，所以它那时候实测的时候给大家看到，它转到一个地步之后会卡住，就没办法再转过去了。但是这个东西哦，它再跑一圈，它360度的，所以你想怎么跑？我现在就算是跑得很远很远，它还是追得到我。那我也趁这个现在人很多的地方呢，来测试一下这个 Instaframe 2.0，在我经过人潮的时候，能不能够辨识哪一个人才是真的我？对，看他会不会跟丢，他有跟到吗？从头到尾。他刚刚是会在找不到我的时候，被人挡住的时候就显示找不到，但是我只要一出现，他就再度抓到我，都不会抓错人哎。刚刚我真的是已经整个人消失在这个画面里面蛮久的哎。刚刚那个影片呢，我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后置输出跟追踪，他就直接在拍摄的当下就把我抓到了，而且呢，我还可以同时拥有360度的8K 影片，所以我现在突然想要把那个影片变成球形的，也可以做到。这个可以同时拍摄平面跟全景的功能，其实在 X5 就有了。但是我记得我去年说我不太会使用，是因为如果你同时都要拍摄到的话，它的画质是需要有取舍。你的平面只能拍 1080p， 那全景只能拍到 5.7K， 其实对我来说都不够。但 X6 的这个 Instaframe 2.0 模式啊，也是一个暴力升级，你现在可以同时拍到 4K 30帧的平面影片跟 8K 的全景影片，它是直接把我去年的不满给改掉了。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下一代可以再升级什么，这点真的非常狠。第6点，这个一机3用的升级呢，我觉得还算过关，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Luna Ultra 啦，因为虽然它可以全景跟随嘛，但是 Luna Ultra 还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点，是它有2个镜头。那个长焦镜头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小牵强。但是运动相机的部分，我觉得已经可以了。但是我这边想要再偷偷许愿一下，我希望这个平面模式之后在韧体更新之后，也可以让我拍 log， 因为它现在平面模式是只能拍到一般跟杜比世界，还没有 log。但我相信这应该是韧体更新可以改进的，拜托了。第7点呢，是我个人最在意，也是我这次带来冲绳实测的一个大重点，就是它的水下拍摄。先讲这2台的防水性能 ，X6 是裸机20米，X5 是15米。那我记得我在 X5 的开箱影片有讲，其实10米、15米、20米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全景相机它本身镜面设计的关系啊，它裸机带下水拍起来就会是糊糊的，我怎么样都不可能会带全景相机裸机拿去拍潜水，所以这个防水20米的意思呢，只是你带下去20米深的地方，它不会坏掉，就这样子而已。我们先来提一个知识背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全景相机没有办法裸机拍水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着在水里张开眼睛过，就是可能会有点怕，但是你张开之后会发现，其实眼睛不会真的不舒服，但是你看出去的画面会有点糊糊的。主要是因为光线呢，在水上跟水下它的折射率是不同的，它的路径不一样，你懂吗？所以这个对于全景相机在水下会有2个影响。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完整的隐形拼接，那第2个就是它拍起来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糊糊的。所以不管是哪一台全景相机，你想要拍到水下画面，就一定得装防水壳。那全景相机的防水壳呢，通常是这种非球形的镜面，它用来校正那个水下的光路。这一点自从 Insta310 在 X4 的时候出了全隐形防水壳，已经做得很好了。它装进这个壳之后呢，是真的可以让这个拼接画面全隐形的。那我也因此呢，带它去了很多地方，有洞穴，有沉船，也拍了大赤鲸、虎鲸等等很多很好看的画面。但是一直到 X5，我还是一直觉得有点很可惜，就是水下画质。我记得有些粉丝很可爱，他会私讯我说：“Selina，请问你的全景相机的设定是什么？因为我每次带下水，我都觉得有点糊糊的，好像你的画面总是比较好。”我跟你们说，这其实都是你们的想象。我觉得状况可能是因为我总是拿去拍一些很酷的生物嘛，像是 Mobula Race 一整群的，或者是大赤鲸，或者是水下的地形洞穴，所以你们会光是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好酷，然后去忽略了那些细节。再加上我觉得我很清楚 X5 在水下的弱点是什么，所以我通常呢就是给你们看这种广的画面，因为我知道一旦裁切放大了之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小破绽。但是这一次 X6 最大的进步是啊，它不只附上了可以让你全隐形的防水壳之外，还给你一个水下专用的镜片可以去替换。换上这个镜片之后呢，就可以去校正那个水下的对焦会觉得有点不够清晰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得到全隐形
又可以很清晰的画面。在这边我要先为 Insta 大力的鼓掌，这个画面我已经笑想大概有3年了。他们这次寄给我的防水壳呢，有这么大一盒，然后我拿的时候有点吓到，我想说体积也变得太大了吧？结果一打开呢，才发现它这一盒之所以会这么大，是因为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组可以替换的水下镜片，还有一些小工具。打开就长这样子。那更换镜片的方式其实也蛮简单的，你先用这个白色的东西去把你原本的镜头给拆下来，稍微清洁一下之后呢，用这个黑色的小东西去把旧的镜片给捞起来，放在旁边之后，再用这个白色的小东西去把镜头给吸起来之后，再放上你的全景相机，把它转回去。就这样子，其实这整个过程可以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但是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你一定要在一个干净又干燥的地方去执行这件事情，不然你的水下画面可能还是会起雾。所以我通常会在1天的潜水出门前，先在民宿里面执行这件事情。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这5分钟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你各位看看这个差别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显著？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以前很少拿全景相机去拍那种珊瑚跟鱼的细节，是因为它真的看起来就是会像这样糊糊的。但是换下这个水下镜片之后，真的是我觉得开启了另外一个我对全景相机的想象。我们拿这2个，我同时把X5跟X6放在面前同时摄影，所以是同样的海况、同样的时间拍出来的画面。我们先看X5的画面，我的手背跟海中的那条线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糊糊的，不明显。接着来看X6的画面，那条线是不是变得很清楚，就是有一种戴上隐形眼镜的感觉。这个进步的幅度实在是太大了。那你们可能会说，是不是因为你在冲绳能见度高才拍起来就是这么好啊？我告诉你们，我第一次带这2台去实测的时候啊，我下了东北角的草径，那天的能见度我只能说大悲剧，大概不到5米吧。但是在真的水这么浊的状况下呢，我觉得这2台的差距又更明显了，给你们看一下比较。那其实防水壳我觉得也做了蛮大的进步。这个呢是X5的一般防水壳，这个是X6的高阶防水壳，它就是有分2种画质嘛，然后高阶的非常的巨大，然后这个是X6的防水壳，X6就没有再分什么一般跟高阶，它都是这种高阶的设计，也是你相机一放进去就可以侦测到是潜水壳模式的。那这一次我带下水实测的主要是X6的高阶防水壳跟X5的高阶防水壳，你们看。体积差了这么多，但是拍出来的画面居然是它比较好，就是水下拼接的等级，我觉得是都一样好的。那再来就是这个高阶防水壳吼，自从我拿到之后啊，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喜欢使用它，因为它其实太大颗了，然后造成里面有很多空气，所以你买这个的时候，它其实会附给你一个配重块，会让你去平衡浮力，不然你在水里就会拿得很辛苦，它会一直想要浮起来，所以就会造成你这整台相机非常的重，然后你的行李也会变得很重。反正啊，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个高阶防水壳的设计。但是X6呢，它体积变那么小，里面没有那么多空气嘛，所以你是不需要再加那个很巨大的配重块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细节的差别是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使用那个防雾垫片，防雾垫片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做的松松的，它其实只有卡一点点，然后就会造成一个状况是，有时候我拍一拍啊。这个防雾垫片会这样突然掉进去，然后你的潜水壳里面就有一片，
然后在水下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生气，因为你在水下不可能把它打开，然后再重装嘛，然后基本上你那一前的画面就是毁了。但是 X6居然连这种小细节都改善了，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人呢。它这一次啊，卡这个防雾垫片的位置变得比较长，变得比较高。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防雾垫片卡得更紧，就是我甚至是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把它推下去的。我相信是再也不会有掉出来的问题。还有一个贴心的部分呢，是我觉得它连套子的设计都变得更贴心了。就是像之前呢，你要把它装进这个套子里面呢，你需要这样子整根自拍杆这样套进去，反正就不是很顺。但是 X6呢？变成它只保护你最需要保护的部分，你从这边戴个帽子就好，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很难放。这真的是你要真的有去听消费者给你什么 feedback 会做出来的改进，而且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我觉得大加分。看到这边应该也不用我再多说了。如果你喜欢潜水，然后你想要拍到水下的全景画面的话，请你一定要升级，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就把你的 X5 卖给你身边没有在潜水的朋友，结案。第8点，我相信是会让很多人非常兴奋的 AI 自动剪片。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软体更新，你会发现你的 App 上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会先在 X6 推出，那事后也会在 X5 的软体上做更新，所以不算是 X5 跟 X6 的差别，但是一个非常酷的新功能，我觉得值得一提。简单来说，它就是这样子。白天的时候，你就是尽量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然后回到民宿之后关机充电，然后你隔天睡醒的时候，手机就会收到一个通知说，哦，你前一天的 Vlog 已经剪出来了，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神奇？想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要记得你要先在相机里面把 AI 导演的功能给打开。那 X6 在充电的时候呢 ，AI 导演就会自动帮你去分析每个片段，哪里是精华的，哪里是觉得不太需要的，然后再自动帮你把运镜跟转场加上去。我觉得这个功能最厉害的是，现在大家不是都是追求什么一键剪辑吗？就是很懒惰嘛。这个功能呢，是你连一个钮都不用按，它就自己帮你生出一段 Vlog 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 AI 导演呢，在我抵达冲绳的第一天，帮我剪出了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 App 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 Memory， 然后可以看到所有对应的日期，点进去。我觉得还不错他就是帮我从机场，然后开车，然后去钟乳石洞，然后最后再去看夕阳，甚至他还帮我精准的抓到那个夕阳的位置。我觉得以任何钮都不用按来说，算是表现得很不错。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选择每一个画面再去做调整，选择你想要的段落跟视角。那如果你不喜欢他帮你选的音乐跟主题的话，左下角这个钮，你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主题。那如果说你没有想要那种一整天的混剪的话呢，可以点右下角这个 Add Memories 去选择你想要哪些素材，一样点进去之后 AI 就会直接帮你剪片。目前这个 AI 导演能够做的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也先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期待。虽然说官方的说法是说的很好听啦，但是我觉得它的功能仅止于剪这种一整天的精华片段，再配上一个好听的音乐，然后根据节奏去切换重拍。但如果真的要拿来剪那种有对话的 Vlog， 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要努力。那讲到这里，相信有些人会担心隐私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呢，其实他们也有想过，你的所有的素材的分析呢，都是发生在你的相机跟手机里面，是没有上传到任何云端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速度其实也蛮快的，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的资料会外流。第
9个点快速的讲，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 X6 的机身就是变小了嘛，然后重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它的性能其实是更好的。我们先讲对于旅游来说非常重要的电量。这个是 X5 的电池，它面积比较大，但是比较扁。然后 X6 呢是比较方方的，比较厚一点点，重量上是差不多的。但 X5 的电量呢是2400毫安时，X6 是2600毫安时。虽然以数字来说电量的差距好像没有很大，但是加上这次的晶片升级更省电了，所以官方的说法是它的续航力增强了51%。那 8K 30帧呢可以拍到140分钟。其他2个关于电量的表现是差不多好的，都是充20几分钟就可以有到80%的电量，还有就是可以从-20度到40度都可以正常的运作。性能上除了电量之外 ，X6 也是 Insta310第一台有内置储存空间的全景相机，有47GB。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你忘记带记忆卡或是记忆卡买了应急的话，也是够用的。萤幕也升级了，它使用2.32寸的 OLED 萤幕，所以在强光之下呢，也是会比 X5 清楚很多。总之呢，它现在就是一个比手掌还要小的机器，你可以放进口袋或是放在小背包里面，却有大电量、超好的画质，然后内建记忆体，然后还有 OLED 萤幕，然后还比你的手机还要轻。最后一个大升级是拆卸式镜片 2.0， 这个升级对于 X4 到 X5 的时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革命性的大变化，因为大家都觉得全景相机很不耐摔嘛。为了实测 X5 有多耐用，我那时候还拍一支 reel 是拿一个锤子这样狂敲我的相机，然后最后只有敲出一点点小刮痕。那事后其实我用了我的 X5 已经1年多了，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刮伤，因为它真的用不太坏。所以我觉得这个升级呢，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加分，它并不会是你要不要换新机的主因。那这个 X6 呢，听说是更耐刮了。官方的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呢，你拿那个钢丝绒啊去刮这个 X5 的镜片，你要刮500到600次就会出现刮痕，但是 X6 你可以刮2500次。那这一次呢，我就没有再去做那个什么实测了，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再来是这个拆卸式镜片 2.0， 如果你担心你在旅游中还是不小心把镜片刮上的话，也完全不需要再送原厂维修了，你只要准备这样一小包放在自己行李箱里面。然后它这一次的拆卸镜片的方式啊，也变得更简单了。原本是要这样子用旋转的，现在变成一个卡扣式，就是你一转就可以拆下来跟放上去了，跟那个替换潜水壳的镜片是一样的方式。而且听说这个替换的镜头会更便宜，但是再强调一次，我觉得 X5 已经非常的耐用了。OK， 以上就是我这次分析的10大升级。那虽然说 X6 呢已经算是一台非常旗舰的机器嘛，但它还是有缺点的，所以照惯例我们再来分享一些我认为的小缺点。我这次列出了4个。首先是价格，虽然现在在拍影片的当下，我还不知道 X6 正式的定价是什么，但是有耳闻应该会蛮高的。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合理啦，因为它这次真的在规格上做了很大升级，用了很好的晶片。那你以一台抵3台，就是它同时又是全景相机、平面相机跟鱼台相机的话，我觉得 CP 值还是蛮高的。只是说它的定价呢，确实会比 X5 还要高蛮多的。第二个就是当你换上水下专用的镜片的时候啊，刚刚有讲到，因为它是为了水下的折射率而设计的嘛，就会变成你在岸上拍会有点不清楚。大家看过我的水下影片就知道，其实除了水下画面之外呢，岸上跟朋友的互动啊，或者是我会分享一些刚刚看到什么东西的心情嘛，就是岸上的画面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但在它已经装上水下的镜片之后呢，就变成我还是会需要多准备一台来拍岸上的画面。但我猜这个是不是有点要求太多了？我们来期待一下未来会不会发明一种镜片是水上跟水下都可以用的，好不好？有梦最美嘛。第3点我是觉得比较匪夷所思一点，就是它的单镜头模式目前没有支援 iLog 的色调。那我刚刚有讲到全景相机可以拍 iLog， 我不知道为什么单镜头模式不能拍 iLog 啊，我又是一个很喜欢拍 iLog 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缺点。第4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内置储存空间47GB， 其实我觉得以全景相机来说会有点不够，尤其我是一个蛮喜欢拍 8K 50帧的人，然后我刚刚有确认过，如果是47GB 全空的状况下，我要拍 8K 50帧，就是拍个30几分钟，其实
也蛮容易满的。所以如果硬要吹毛求疵的话，我觉得希望它的内置储存空间可以再更多一点。OK， 这是我针对 X6 首发的评测影片，拍得非常的长，希望大家都有看完，也对你有帮助。那在影片的开头讲到嘛，这次的价格还蛮高的，所以会帮大家分析怎么样的人适合升级。那我这一次呢列出了5种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在潜水，这个毫无疑问应该不用多解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对于颜色的细致度非常在乎的话，这个 10-bit 的色深真的可以让你整个画面的颜色变得更好看。第三个就是常常会逆光拍摄，但是你会很在意你的背景有点曝光的话，它的高动态范围也非常适合你升级。第四是夜拍还有室内拍摄需求很多的人，因为这次的感光元件变大了，那它的晶片也算得更好，对于夜拍的效果是真的有提升。第5个是像我一样的 blogger， 就是如果你没有想要全部的画面都是全景，你在事后挑，你喜欢拍一些吃吃喝喝啊、开箱，然后你又不想要多搭一台运动相机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取代运动相机的作用，所以 CP 值很高。讲来讲去就是像我一样的人，因为这5个点呢，我是都有符合。我觉得大家未来对于 X4 Air、X5 跟 X6 的想象呢，可以把它想成iPhone 17、iPhone 17 Pro 跟 iPhone 17 Pro Max 这3台，其实未来都还会是 Insta360的主推全景相机，只是它会适合不同的人。X6呢，它真的就是旗舰机，规格非常强，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会需要这么高的规格。那 X5 就会是一台 CP 值很高的选择。你们看我其实这1-2年带 X5 去了很多地方，也拍了很好看的画面。那 X4 Air 呢，就算是一个入门款，它比较轻，感光元件比较小，但是也蛮便宜的。影片的最后呢，我想要大力的夸赞一下 Insta360今年的表现。老实说 ，X6 现在长这样，我不知道 X7 会能够变成什么样子。它就是非常的不吝啬的，全部都给你了。而且我可以感觉到 Insta360这1-2年就是一直在针对消费者的反馈去做一些很贴心的小改善，而不是一直在追求那个规格上的进步。总而言之呢，我对于 X6 的表现是非常的满意，然后也很期待接着带这一台相机去世界各地拍更多更酷的东西。先预告一下，我第一次要带它出门的地方呢，就会是去加拿大拍小白鲸，应该也是很少人拍过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用它拍出小白鲸的画面。影片看到这边，如果你对这台热腾的 X6 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资讯栏找我的专属连结。那如果你很想换 X6， 但是才刚买 X5 的话呢，可以去翻他们的官网。今年他们推出了旧机换新机的活动，所以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兑换的方式是什么。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看完这支我觉得拍的还蛮认真的开箱。我光是这个 talking 啊，从这个位置我从中午12点做到现在已经下午6点了。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喜欢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对于全景相机会有兴趣的朋友。那对 X6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看着我带它去哪里拍摄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最后就要记得订阅、开铃铛，不只是旅行才不会错过更多有质感又好看的旅游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